甚至是赛格都常脱掉了帽衫。460连胜的拳王吓到阑尾抽筋，不仅告诉裁判自己放弃比赛，甚至连刚赢的10万奖金也拱手相让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拳王瑟瑟发抖？又是什么让男人不战而胜？原来男人不是别人，而是借机重量性格夺冠军。由于在一次常规比赛中，他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怒气，竟在已经胜利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对手活活打死。这不仅导致男人毁掉了自己职业生涯，甚至令整个拳击界为之恐惧。虽然他轻松获得10万奖金，但也不是谁都能接受这个现实。随后男人走出格斗场，却被一名输钱的赌徒盯上，话不多说，直接一刀插入腰间。本以为男人会愤怒反抗，却被他一脸的享受感所震撼。显然如此不要命的气魄让赌徒瞬间恢复理智，就连小刀都不要慌忙离开。随后男人打开后备箱，若无其事地寻找可处理伤口的脚布。这时远处一个叫翠花的女人走来，还说男人很会虚张声势，竟然可以不战而胜。此刻男人并不想搭理翠花，毕竟一刀下去属实有点疼痛。翠花见状赶忙问他需要帮忙吗？不料男人掏出一块胶布让其帮忙搭把手，可翠花哪里见过这种骚操作，最终男人选择了自给自足。闲聊中，男人得知翠花是想招聘一名能打的酒保，给自己的酒馆保证安全，并且月薪2万美刀。显然这点小钱提不起男人兴趣，可翠花依旧抱有希望，并且给他留下联系方式，希望男人可以考虑一下。男人本着礼貌接下纸条，殊不知这将给男人带来更大麻烦。由于男人本就无家可归，只能独自与车为伴，于是还会遭受巡逻警的驱赶。常年如此，也导致他不得不想着轻生，于是将车开进铁轨中央，以这种最暴力的方式离开世界。随着火车不断的年底驱赶，他又瞬间清醒，赶忙发动汽车引擎，在火车撞上的瞬间移动半米。好在商队老儿眷顾他，给了他一次再生的机会。第二天，他便来到翠花给的地址，并找到翠花经营的酒馆。白天这里还算是正常人待的地方，可一到晚上就成了男人们的斗兽场，甚至连当地的警察都不敢管，并且上一任就保持退役，陆战队成员也就上了2天班匆忙离职，可见这个地方有多乱。但对于男人来说，这简直就是自己度假生活圣地，还可以轻松躺赚2万美刀。很快一群机车打来到酒馆门口，他们刚进门就气势汹汹，不仅随意打砸驱赶顾客，甚至还打饭桌上酒瓶宣誓自己好像就是这里的王。起初男人并没有立马阻止，而是看了看翠花一眼。随着他们毫无理由的搞破坏，并且开始调戏美女店员时，男人这才缓缓起身，并让同事先去招待其他顾客，这里全部交给他来处理。Fuck small idiot. For instance, I walked in. Honestly, it's probably the punching thing. Can I talk to you guys outside for a second? 显然他们并不惧怕男人，甚至还要给男人来个下马威。这时男人指着外面的摩托车询问是不是他们的，得到确定的回答后，男人便缓缓向外走去，这也让他们感觉事情不妙，赶忙紧随男人身后。此时男人很有礼貌地告诉他们，最好每个人都上了医保，不然一会去医院得花不少钱，甚至还问了翠花附近医院情况。翠花表示只需25分钟就可到达，这让混混们感觉被羞辱。经过几个巴掌的回合，男人本想让其收手，并表示双方以打平来停止打斗，可混混还是依旧强硬，不肯就此罢休。男人也不再留情，直接将几人打倒在地，并给带头的混混来上几拳。就这么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所有的小卡拉全部重伤出狱。人道主义的善心，男人将他们全部送往医院救治。等他安排好一切后，准备离开。然而一旁的医生很是疑惑，于是他出门找到男人，想了解为什么突然多出这么多病人。男人也毫不避讳，直接告诉医生都是他打的。此时医生看见男人的腰伤流血，表示可以帮他简单处理。殊不知男人英勇的举动让医生很快就对他有了好感。等到第二天男人去上班，整个小镇的人都知道了他的名字。诧异的男人来到书店，想借用女孩家的电脑拥有，想让女孩很乐意帮助小镇的英雄。正当男人打开电脑使用时，外面传来混混骚动的声音。女孩也是个见义勇为的少女，拿起棒球棍出门就想吓唬吓唬混混。显然胖子不会被一个女孩吓到，可当男人打开门查看，胖子看见男人就并马之所。虽然女孩的行为很值得敬佩，但毕竟还是个弱女子，并不能真正解决小镇的问题，这也促使男人若有所思。紧接着男人回到酒馆，所有的同事都开始对他敬佩不已。虽然酒馆时常还会有打架斗殴，但是经过男人的指点，都已经不需要他亲自出手，服务员就可以将他们治得服服帖帖。在几天的工作中，男人不仅维护了酒馆的安全，甚至还无形中帮助了很多人。于是他也渐渐重新找到人生的目标，每天除了保持常规的身体训练，而仙侠会去找女孩聊天。本以为美好的日子会渐行渐远，没想到晚上他独自回家，后面车辆竞价大油，人撞了过来，还不等男人喘息，对方又急速刹车加速倒了过来。此时车正好卡在桥边，里面的司机赶忙爬出车内，男人也顺势掉进河里，紧接着车也一并插入，还好男人并没有大碍。显然这起是故事精心策划。果然他刚走进小船，就发现混混端着枪等着他，并表示今晚只能是一场事故。此时男人并没有感到害怕，而是笑着询问混混一个问题。Call me Jesse Somagi 突然的出手让混混不知所措，甚至被男人一两下丢进水里。本想只是教训一下混混，可他忘了这水里还有吃鳄鱼。正当他准备将其救上岸，却发现为时已晚。很快混混就成了鳄鱼的夜宵。
第二天，警察来打捞尸体，却怎么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。显然，混混早就被吃得渣都不剩。此时，老人询问男人，混混为什么半夜找他麻烦？男人对此也一无所知。于是，老人再次肯定与毒贩布兰特有关。果然，消息也传到了布兰特这，于是叫了个小弟来请男人。谁知小弟仗着自己有枪，想逼迫男人上车去见布兰特，可男人依然不为所动。You did see that I have a fucking gun, right? Yeah, you made a pretty big point of showing it to me. Okay, so get in the fucking car. 这让男人都被气笑了，只能上前告诉对方什么是威慑力。他告诉小弟，枪放腰间没用，但拿出来才能有威慑力。这让小弟听得彻底懵逼了，完全听不懂男人的意思，于是果断掏出手枪，却被男人一把折断，躺在地上就不停地臭骂起来。男人也并没有过分动手，只是将手枪拆卸丢给小弟。突然另一个小弟跑来，于是男人告诉小弟，如果老板要找自己就来酒馆，时刻都在那等着他。随后他找到翠花了解情况，可翠花却谎称他也一无所知。眼看翠花不想告诉自己，他也不想多管闲事，殊不知布兰特在此规划了一个项目，而酒馆的这块地就是重点，所以才不断找人去酒馆闹事，逼迫翠花让出土地。但由于事情已经闹出人命，布兰特的父亲就打电话来询问，表面上他接听了一下，一会就被他一把丢进了海里。此时镜头突然转向一个罗兰，他不仅被人抓了显形，还臭骂对方就是个弱鸡，甚至大摇大摆地走向夜市，并且光着身子接听老板的电话。老板让他赶紧接管布兰特的烂摊子，而他却挂断电话，嚣张地走向一个高哥。眼看高哥的衣服很合身，谁啊哥？这个猛男叫洛克斯，是布兰特老爹的打手，也是全片最疯狂的暴力杀手。然而此时的男人正被医生邀请外出玩耍，两个人开着快艇驶入大海深处，随后医生将船挺住并拿上几把躺椅，两人惬意地喝着啤酒聊天。这时医生向男人表白，并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剧情。完事后，他将男人送了回去，很快警察就找上了门，并借当晚的事情带走了他。殊不知这都是警察的阴谋，他们借助职务之便，对着男人就是一顿暴揍，而下来的警长则是医生的父亲，同时也是布兰特家的狗。就在他拿枪对准男人时，医生竟赶了过来，上来对着父亲就是一耳光。之后男人被医生带走，并告诉了男人所有的事情，还建议男人赶紧离开这里。晚上男人照旧到酒馆里上班，一旁的布兰特则等候多时。随即他来到男人身边，并拿出曾经男人赛场杀人的视频，想借机对男人进行挖苦，可不曾想男人并未说出一句话。眼看男人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布兰特只能出门寻求帮助。随即洛克斯带着一群小弟进来，对着酒馆就是一顿狂轰乱炸，笑场至极的表情暴露了他的凶狠，外加他超高的战力，瞬间把整个酒馆搞得一团糟。而男人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动作。随着洛克斯不断的挑衅，男人也不得不出手表态，毕竟是拿了老板工资的人。很快他解决完各种阻碍，来到洛克斯的面前。然而洛克斯就是一个疯子，他除了打架就是打架，只为满足自己打架带来的快感。殊不知男人时刻都没下狠手，因为他时刻记着当年的自己在比赛中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将多年好友活活打死。同样这次他也一直控制住情绪，尽量不与洛克斯发生必要的争斗。然而在他站起身的那一刻，已经开始表露出杀人的情绪，但他还是忍了下来。回到小船后，他随意清洗了自己的伤口，准备收拾东西走人，却被赶来的翠花拦住，并解释自己不该将事情隐瞒。眼看男人不想再帮助自己，他却说男人是因为害怕对方实力才选择离开这里。 Are you really that afraid? Yes, I am afraid. More than you could ever understand. 就这样，男人拉着行李来到车站，却发现旁边停着很多辆警车。原来布兰特为了赶走他，竟然对女孩的书店下了黑手，甚至听说女孩住进了 ICU。男人内心的野兽再次苏醒，因为布兰特触及到了他的底线，于是他来到布兰特的别墅，正好遇到一个小弟正在打扫卫生。You know, the funny thing is, I was already leaving. We finally scared you off, huh? Not exactly. Just as long as you're scared. 小弟挥出一刀，却被男人击中喉咙。然而这看似普通的一拳，竟要了小弟的整条命。随后他便将尸体丢进皮卡，却被身后曾经拿枪的小弟发现。这个小弟很是识相，因为断掉的手臂已经告诉了他眼前的男人到底有多恐怖。随后他还告诉男人布兰特，今天凌晨有场交易。然后他就悄咪咪地骑上摩托跑路。果然，凌晨时分，一个警察拖着一个箱子正要上船，却被男人从后面一个突袭，快速地将其搞晕。正当他打开箱子查看，里面竟装满了大量现金。随后他又将快艇自己开走，然后当着警察的面用枪在小弟的尸体上打了几个洞。显然只做这些还不够，他还必须将警察打成脑震荡来拖延警察的调查时间。随后男人回到小船，并开始制作遥控炸弹。没想到警长竟亲自找了过来，并且宣称布兰特绑架了女儿，让男人拿出整箱的钱和自己一起去救回女儿。显然男人不相信警长的鬼话，但他也不想伤及无辜，于是决定开着快艇来到布兰特的海上游艇。只见两人悠哉地坐在沙发上，警长完全没有女儿被绑架的状态。此时警长豪爽地说，女儿并没有绑架，只是为了把男人骗到船上。然而布兰特却告诉警长，自己的确绑架了他的女儿。很快双方就发生了争执，眼看两人吵得不可开交，男人很快就要失去耐心。好巧不巧，洛克斯却开着皮艇驶来。此时男人不想和他们继续磨叽，直接拿出一开始整，紧接着男人下倒一层，一拳便打倒眼前的倒霉蛋，然后来到船舱内寻找医生的下落。此时医生正不断敲击着游艇玻璃，随即男人强行打开房门，身后的小弟也赶来。
医生趁机逃出船舱，而男人正将小弟摁在水下。此时洛克斯开始劈艇驶来，还好有小弟主盾牌，男人这才轻松逃过一劫。殊不知医生刚上船就被布兰特一把丢进船尾，立马开着快艇逃跑。此时仅剩男人一人漂浮在海里，远处的洛克斯却又快速往这边驶来。男人一把抓住皮艇，同时也被洛克斯发现，不断想用脚将男人踹，奈何自己一个没站稳，被男人趁机爬上了皮艇。Here, our own little octagon. What? Who taught you shape? 男人果断抓住云南加速，一把将洛克斯转入水中，拖着他不断行驶。这时布兰特看见男人追来，脑子一热，一个180度转向漂移，想与男人来个死亡对撞。此时男人也发现了布兰特的地图，就在相撞的瞬间，他一跃跳进了快艇的船舱一身。眼看男人身受重伤，他果断阻止布兰特，却被布兰特一把甩开。突然，男人抓住布兰特的手，一脚踹翻他，得布兰特再次爬起。快艇已经离酒馆越来越近，医生赶忙叫男人跳船。此时的洛克斯又到了跨海大桥下，爬上去后立刻拦住一辆车。另一边的布兰特虽然没死，但也已经是残废状态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上来的男人并没有就此放过他，对着他就是一顿暴走。突然，一辆车闯了进来，原来是洛克。正当他一只脚刚下车，就被男人压在门下。可洛克斯并不就此服输，一拳打破玻璃。很快，两人迎来了一场正式对战。此时的洛克斯一点都不像个莽夫人，格斗技巧招招之厉，甚至连爆发力也一点不逊职业拳手。经过前期简单的试探，男人也不得不脱下衣服，开始他正式的格斗战。明显这场格斗一定是一项命位终结，稍有不慎，肯定就是对方拳下的亡魂。看着洛克斯的专业攻击手法，男人也看准时机，一把抓住对方小腿就是被甩，紧接着转身两拳暴击。可洛克斯也不是吃素的，这点伤害对他来说可以无视，随后一脚踹飞男人，并将其送出枢密院。随着两个人不停地互相出拳，也很快打得精疲力尽。此时男人发起总攻，一个转身绕到对方背后，索博洛克斯重拳出击，然后加速背后撞击。可无论洛克斯怎么发力，男人就是不松手，即使翻滚到了地面，男人依旧缠绕全身。此时洛克斯捡起地上的木棍，准备直接下死手，却被男人一手挡住。洛克斯趁机爬起身来，此时洛克斯捡起另一块木棍，一旁的布兰特却喊个不停，总以为有钱无所不能。殊不知他面前的洛克斯就是疯子，根本不会听从他的指挥，最终还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眼看自己即将被终结，他赶忙爬起身，一把抓住洛克斯的手。